我自从买了这个蛋堡机，我就一直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个3元蛋堡更实惠。今天找到答案了，这9个蛋堡我塞了2斤肉馅，从这一刻开始它就不能叫蛋堡了，它只能叫肉堡，因为此时此刻鸡蛋这种小角色已经不配再占有50%的名字了。完，喊我们同学来吃，他还带2只龙虾来，我一看这家伙行啊，我把龙虾肉取出来包蛋堡里了。我敲了一哥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堡，可鲜亮了。完，剩下的肉让我剁不剁吧煮粥了，其实还是龙虾蛋堡更好吃。但我前2天不是刚扒了300只螃蟹吗？我现在一听取肉这俩字，血压升的比喷泉还快。然后家里还有点前女友自己做的烤肉蘸料，一直也没舍得扔。昨天让他对象帮我买了点齐齐哈尔烤肉寄过来了，这份燕翅里还带了一块猪肥肉，这就很齐齐哈尔了啊！我跟他对象也算是忘年交了。我这几次找他帮我买肉，我算撇出来了，这人能处，回回都不管我要运费，完还非得送我几片大腰子。今天又整3袋，怒送15片，这是真想让我这是。完，我们同学拿另一只龙虾让我用空气炸锅炸了，这个美的超嫩粒这锅有点东西，它有个水箱和4段黄金锁嫩程序支撑它的锁嫩技术，相当于你们人手一支补水喷雾，实时补水，所以它烤完的肉又紧实，汁水又多。然后它还有个玻璃窗，要是怕糊的可以趴着一直看。还有好多这种一键菜谱，就是它完成了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只要你舍得花钱，他们就能让你安心在家当废物。来吧，吃香香了。本来想简简单单吃个3块钱蛋堡，结果整出一桌肉和一桌人来。这期还是烤肉，我们原来都一天往返600多公里开车去吃啊！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托前女友的福，居然在家就能吃上了。我得抽空琢磨琢磨，那些老钱的现任现在都忙活啥呢？看看还有没有像这样能帮忙的新老结合的。1、2、3，叶航。今天给我奶在家烙饼，本来就昨天吃，但这2天串门串太勤了，太影响吃剩饭的效率了。今天早上刚把初一的吃完，吃春饼吧，我奶就那么几个菜，京酱肉丝、炒土豆丝和嫩炒蛋。但是我奶说了，过年期间必须顿顿有肘子，我又卤个大肘子。但卷饼吧，我就切的片，这等会儿蘸甜面酱一卷，又绝了。完，我们同学在家陪老丈人喝酒呢，听说我炖肘子了，他老丈人说别喝了，就求点肘子汤回来看看啊。这小子说刚喝了1杯，一口饭没吃，穿着睡衣让他老丈人给撵出来了。姑奶做了一锅鲜虾萝卜汤，给我姑炸点淀粉肠和大果子，那给我姑乐的，我感觉除了抱孙子就没有这么高兴的事儿。反正就这么几个菜，怕饼凉了硬了，就赶紧打包走了。完刚进屋，我奶说我弟这胡子也太邋遢了，让我姑给他买剃须刀，吉列的蜡布里盒，这刀头5层刀片，属于豪配了。还有这个磁力底座，妈整多酷啊！把男生刮胡子，咱说还是手动刮的干净，这一下子我弟起码年轻10岁。而且这个礼盒款不仅送人实用有分量，还能定制刻字呢。我姑答应我了，等我长胡那天给我也来一套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香辣虾汤、炸肠、大果、嫩蛋、吐司、肘花、茄丝、精肉，正好立春吃春饼凑合热闹。再一个也穿乎穿乎，这2天吃太顶了。但是我奶呀，一边说我弟刮完胡精神，一边闷头往自己盘里夹肉。我发现我们虽然吃的东西差不多，但我们家人今天吃出来3个类别。我们就是涮点甜面酱的正常春饼，等我奶呢吃的就是熏肉大饼，我姑吃的就属于是一个杂交产品啊，春饼果子。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，好不容易这2天赶个晴天，我们决定放个假，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我们要出去露营了。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，就决定干把大的，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，差点没给加班。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，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，开着箱货去露营去，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。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，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，但眼高手低了，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。给它支棱起来之后，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，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。这蒙古包搭完了，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。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，上架子就满园飘香。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，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，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。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，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。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，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。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，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。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，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，就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
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，我们还穿了根串，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，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。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。完一见这串，我姐贼激动，苦苦在这照相。你别说，我姐在唯品会买这身衣服还真挺好看。完了她各种夸呀，说她家不仅天天打折，还能安排顺丰拿着合适的尺码上门换，老省事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赶紧上唯品会搜狗送或者点评论区买吧，可划算了，而且不用等预售，发货贼快。后来这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，俩人吹火，俩人翻面，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，但不能撸，我认为是他唯一的遗憾。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炭烤，烤全羊也出炉了，这回烤的真的很香，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，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，这氛围感也太好了。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，吃着烤羊看着夕阳，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，我别说这2天了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，收完垃圾之后，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，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。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，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？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？我最近有点馋肉松小贝，让我妈念叨的，总害怕外面的肉松是纸壳做的，就干脆自己在家做了。在家做嘛，肉松肯定得给够啊！我煮了一大锅肉，都给炒出来，正好留着这2天喝粥吃。这肉煮熟了，先给它捶打一番，让它等会儿老实配合。但如果它不吃罚酒的话，咱们就快速启动 Plan B， 我们可以给它吃敬酒啊，就不忙的情况下可以先给它磕一个。后来撕肉丝儿可要我的命了，纯人类反祖啊！那天不都看直播了吗？我们最开始有说有笑的，后来逐渐变得暴躁，最后终于变态了。没有手指甲吗？撕的贼费劲，镊子是最好使的，但就后遗症不太好治。等这回隔离结束，我仨高低得出去做个美甲去，谁也拦不住。这10小时太痛苦了，我们就一直在里边撕，猫就一直趴门口看着，这感觉特别像围城，里边的人拼命想出去，外面的猫拼命想进来。最后一共是撕了这么多肉丝，这是天亮时候撕的，那薄如蝉翼，细如发丝；这是天黑之后撕的，反正也能说得过去。这是变态之后撕的，这会儿已经崩溃了，就寻思赶紧毁灭吧。后来炒肉松的时候，场面非常混乱，从凌晨2点炒到早上7点，就一直站那扒了。只有炒过肉松的人才知道我们这一宿过得到底有多变态。然后一宿没睡觉，还想吃点重口的，就煮了几袋人类快乐螺蛳粉。这粉个大料足，可解馋了，整整10包料啊，有薯片一样大的腐竹，还有这么长的酸笋，而且粉吸满了汤汁之后，吃起来特别入味。这一碗感觉菜比粉都多，汤是酸酸辣辣的，吃着特别爽。我们本来以为肉松晚上就能炒完正好吃螺蛳粉，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系列可能要更名为我的早餐。不过这一箱肉松看着可太过瘾了，给小贝先多抹点芋泥，完给蘸满蛋黄酱扔里轱辘去，这埋肉松里根本找不着小贝的感觉，太爽了。完我们寻思反正这一顿是丁不愿吃，就再快乐点得了，又做了炸鸡和奥尔良烤鸡腿。我吃完饭都恍惚了，我们头一天上午10点见的面，吃上这顿饭正好是第2天上午10点，就因为怕外面肉不好，完24小时没合眼。我寻思这不大嘛，那肉不好不吃得了呗，遭这罪干啥呀？今天是我们在这小院的最后一天了，假期要结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睁眼睛就下午3点半了，只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吃顿好点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炉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的是铜锅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锅太让人兴奋了，尤其是现在这天，小冷风往脸上一吹，小麻酱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这画面有夕阳有小院有涮肉，这要再有条金色小狗在地上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环顾四周，我们几个黑不溜秋的，谁都没法胜任这个角色，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们来之前算了算，已经快1个月没吃串了。1个月呀，你不知道一个东北人是怎么挺过来的呀。完今天烤点羊串，烤点大腰子，出发之前检查好几遍，忘带泳裤都不带忘带这点腰子。完趁他们烤串呢，我要偷摸给前女友买点东西。最近3月8德物女孩节，老多大牌美妆都打折了，阿玛尼口红比专柜便宜1半，SK2 的套装5件套才400多，还有香水、防晒、眼霜啥的都贼合适。从评论区链接点进去，还有专属的优惠活动呢。你们要指不上前男友，就赶紧趁现在补货。完我买完了，这串也烤好了，孜然的香味一出来，我当时就开悟了，这人活着呀，我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煮了一锅疙瘩汤，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，打了2个温泉未遂蛋。事实证明24小时也不熟，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这连住1周，我认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这蛋多长时间能熟。完热乎喝点疙瘩汤，我弟又上池里泡去了。你说这小子多没正事儿，开300多公里来干啥来了？早晨本来就没起来，温泉泡2下就得了呗，不赶紧找准自己的东南西北，再摸上9981圈。完我们打到2点多出门放烟花去了，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让他们赶紧抬头看。我弟给我个大波溜子，非说啥也没有，我心完了，我哥俩这麻将打的指定有一个是白内障了。
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，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，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，打算做点粗粮。于是，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。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，跟个圆规似的，给地板都画出来了。但是这个石碾子和石磨还不一样，它转多了迷糊。为了不吐到磨盘上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，所以他有苦说不出。真的就这么说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儿的了。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，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。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，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。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。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。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，说你们赶紧出师吧。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，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。这一下给我们吓饿了，就搞了2袋阿宽的红油面皮儿，都是现成的，吃着也方便。但我一打开，发现它怎么翘黑，有点臭呢。完，我弟说这新出的酸笋味儿，翘黑是因为它是荞麦面。不过这酸笋味儿还挺正，这酸臭的，纯螺丝面皮了。还有烧烤味儿也不错，而且免煮方便，5分钟整一袋，比吃方便面爽。然后吃饱了，干活有劲儿了。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，大概用了10分钟，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。这枕头看着多板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重点是配色，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。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，历时20个小时，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。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，我必须得吃海鲜面，还得挑贵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。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，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呢。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，这回可倒好，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。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